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这一场中日的争议，要来关心到的是日本现在确定它的9兆的军费了。那么这个9兆军费这么高，史上最高的金额到底是对准谁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飞弹、无人机也是齐发的这些武器下能够挡住来自于中国超高音速的杀器吗？今天另外也会关心有关于琉球复国是否引信全国的怒火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今年这个11月初的时候，不是抛出了一个台湾有事论吗？确实一直导致这个中日关系持续的不断的升高。美国总统到现在川普都没有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做太多的表态。所以呢，高市这个时候自己开始想办法了，是不是坐立难安了呢？所以高市他已经表态，希望呢赶快去会见川普总统。最新确实呢，日本政府是内部已经开始做调整了，说明年最快春天就会开始展开高市早苗的访美行程了。另外呢，在对美国示好的同时，是不是高市早苗这时候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上也开始稍稍有一些软化的迹象呢？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在最新的一场记者会上面，高市早苗是这样说的：中国大陆是重要的邻国，但是呢，确实现在中日之间存在安全的疑虑，因此他接下来会从各个层面来向中方说明。看似在这个政治上面好像稍微降温了，但是今天观众朋友，我们要带您看到2项可以从这个军事上面看到，是否日本还是刻意要升温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日本军方最新这个是小泉进次郎，他突然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丢出了一张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其实就是一个手套，导播我们可以 cue 一下这个手套。这个手套呢，其实是这个前 F-15的战斗机的这个他的飞行员，那么他同时也是现任统合幕僚长的手套。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写4个字，上面写的是冷静跟严格。那小泉进次郎是这样子讲这个手套的，他认为说这个他表现得非常好，当时面对中国大陆的军机，对日本的 F-15进行了连续30分钟的雷达锁定，可以在如此沉着的一个气氛之下完成了这一场重要任务，被视为是否对中国大陆挑衅呢？另外一头，日本的军费上面确实刚刚提到第2点也在持续的升温，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一个对立。赶快来看到现在呢，说年度2026年的军费预算，是史上最高，高达了9兆日元。钱花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到他买了些什么东西，包括了长程的飞弹，还有这个无人机，然后包括新编宇宙作战集团。航空自卫队也升级为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并且呢会来强化西南战区。评估接下来还会采购的是极音速飞弹，这个是达到速度超过5倍，是难以做拦截的。小泉进次郎也针对中国大陆的军费做了一个批评他认为说，中国大陆你20年来军费成长大约是7倍，远超过日本尤其他特别提到这3年里的军费成长更是远远的超过日本。他说，如果日本这个时候不强化自己的实力，会让外界误以为说你们中国大陆要进攻日本是很容易得手的事情。针对于小泉进次郎的这番言论，中国大陆则是怒批日本没有资格在这边说3道4。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有关于军费创下新高，来到9兆，长程飞弹无人机对准谁？那美日是准备好要对付大陆的超高音速导弹了吗？中国的雷达照射30分钟，日本这时候高调秀出了这个手套，被批是有军国魂的手套，这样会不会把日本给推上火线？张将军就这些议题怎么解读？我认为是日本的政客的操弄，因为日本它有少数的极端主义分子，还有军国主义分子，他会在这个地方做话题，而且经过他们操弄之后，我认为日本是信心超过能力，就是自我膨胀了。他其实没那个料，没那个实力。他现在就算是他有这个军费是9兆，9兆的话大概折合美金大概就是600亿美元，600亿美元。那其实这样是不够的。他真的要如他所说的要跟中国大陆等量齐观的话，最起码他要增加军费
到它的 GDP 的2.5%，你才可以到达这个标准。2.5%是多少呢？大概是22.5兆日元。22.5兆日元换算成美金好，因为大家对日元可能有一点点模糊，你换算成美金大概是1530亿美元，你大概就要这样子，你才日本的这个军力哦，它才能维持到这个水准。那目前你就600亿，你差1530亿美金，还有一段非常明显的距离哦。我认为它要到GDP 2.5才能说这个话。第二个，我们来看日本的自卫队招募目前困难。他的编制24万多人，但是他其实现在只有22万，还缺2万多，这个还不是问题，这个问题还不严重。最严重的是自卫队老化，他平均年纪38岁多，都老了，都老人老兵都老了没有体力没有战力，会有这个状况。那你是不是要年轻化？你如果是真的要军国主义，你在这个军人的素质还年龄是不是要做提升？你年纪要年轻化，不然怎么打仗？你的体力就是战力啊，你没有体力耶，年纪大了，毕竟不如小伙子。是不是？所以我认为这个自卫队的它里面的这些素质，还有它的这个有生的战力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我认为日本要跟中国大陆来等量齐观，他们要和，因为他到现在三不嘛，不发展、不引进、不生产，这很清楚嘛，对不对？他是其他周边国家全部都，他周边的国家都有核，俄罗斯有核武。朝鲜半岛的北韩有核武，中国大陆有核武，他没核武。那他的气就比他短了一截。所以他这个样子，你说他怎么样跟这些人等量齐观？我认为有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呢，就是他缺战略武器，他有没有战略轰炸机？没有。他有没有长程导弹？没有，只有中短程。他有没有核动力的攻击潜舰？没有。他四周环海，所以日本这样来看，我认为他先天的条件不够。而且日本是岛国，是大岛，岛国最怕的是被攻击，因为岛国没有纵深呐，四周环海啊，没有纵深呐，那他要以攻代守，但他没有攻击性的武器，所以日本这各方面的军事的条件呢是有限制的，他这个方面的我认为不成熟。他如果真的想要这个分庭抗礼，他这个整个的军事结构我认为要大力调整。他在没有调整的状况之下，我认为只是被政客操弄，政客喜欢碰风，政客喜欢吹牛，政客喜欢信心超乎能力，他才能够骗人家选票啊。我认为他是走向一种政治化的现象。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汉庭怎么看这个日本的军费？确实，这个9兆日元史上新高，那可能来对付来自于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吗？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军魂手套被中国大陆痛批的，你又怎么看？会不会把日本推向火线？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建构所谓的反击能力，这在国际法和日本的和平宪法框架下，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啊！以反击之名行进攻之实。你看他购买的是长程导弹，研发极音速的武器，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围了。说白了，你买一把雨伞是防卫，现在你是要造一门大炮对准邻居的门窗，然后说这是为了防止邻居大声说话，造9兆日元，这怎么样都说不通了。第二个，它不论是在什么宇宙跟无人机的迷梦，日本想要把战争引向太空，想要搞什么无人机群的封锁啦，这个实际上那个都是面对中国大陆高超音速的技术已经成熟并进入实战的状态，日本呢想要弯道超车，技术上还差得太远。至于小泉进次郎晒出的那个写着手套，简直就是一个很拙劣的表演。为啥？中国大陆的军机在自家的门口，在合法的空域进行常态化的巡航，日本的飞机凑上来骚扰侦察，被大陆的雷达锁定，是很正常的事情嘛。而且呢，是锁定了30分钟，他才离开。这说明了大陆的飞机高度克制。理论上，日本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你被瞄准30分钟，人家没打你，对吧？那你这什么呢？你把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包装成自己沉着完成任务，还拿了一个旧手套，然后呢来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是在稳定军心，这就是给火药桶递火柴，把第一线的飞行员推向擦枪走火的深渊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度算计的悲情牌跟强心针。对内他告诉老百姓啊，你看大陆欺负我，所以我要花9兆。那对军方呢就说你看，其实我们很镇静。但最关键是对外，他在向国际，尤其是川普在诉苦。你看我为了美日同盟在第一线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你不能抛弃我啊！所以日本现在其实患的是孤儿焦虑症。
好，谢谢汉庭。我们看到9兆日元这个史上新高的军费，到底能不能真的实际到加强日本的整体的军事结构，这个都要持续的来做关注。目前看起来，我们还要来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了现在在琉球群岛这边，则是掀起了一个全新的复国的这个潮流，正在内部不断的延伸当中。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已经持续好一阵子了，尤其在今年10月份开始，可以看到大陆他特别呢在联合国首次的说了，他说冲绳人应该要属于原住民族。主要为什么所谓的琉球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很不满，觉得自己站在这个战场的第一线，就是因为日本长期把他们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这个只占日本面积只有0.6的这个琉球上，导致当地民众就痛批说，真的，一旦开战的话，我们就是被第一个战场上面牺牲的人了。包括了这一位，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位是来自于日本的学者，他叫日本的龙谷大学的教授松岛泰彦，他也说，琉球也就是日本称的这个冲绳，并非日本固有的领土。其实琉球在1879年被武力并吞之后，国际的地位到现在都还没有定。所以呢，他也特别指说，琉球跟大陆的关系其实是比较长的，双方有长达500年以上的关系，是远远超过日本当时统治的146年的，所以他更是建议说，中国大陆你其实有责任去支持琉球来摆脱日美体制，走向复国。针对这样子的言论，杨老师怎么看？琉球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日本的江户政府就开始在拦止它。那有所谓的第一次琉球处分、第二次琉球处分，从日本的角度，到后来呢，1879年正式占领琉球36岛，而那个同时之后呢，就开始对钓鱼岛、钓鱼台列屿，进行就是并吞。那琉球，所以1879年，各位想想看，在大概1894年、95年的时候就发生甲午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延续性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动作。1879、1895，然后你看到918事件，然后2次大战对整个亚洲的侵略。那因此在战后的开罗宣言当中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失误，没有提到琉球的归属跟独立。当时是谈到了这个韩半岛。谈朝鲜半岛，谈到了台湾以及亚洲的一些情况，但是呢，琉球就已经变成当时关键是美国战后想要在琉球驻军。可是美国在最后的战争中的末期的时候，1945年应该是4月到6月的一段期间呢，打了一场叫做琉球战争，或者是叫冲绳战争，非常有名。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日本方面军方大概死亡8万人，10万人；美国方面死亡8万人。日本在就琉球当地的居民起码超过10万到15万，这些数字都不确定。到现在，日本的部分的教科书当中仍然有这一段。也就是这么惨烈的情况之下，后来美国决定要对广岛、长崎丢原子弹，而当时琉球最后甚至有一些当地人被日本的军队迫害，要求要集体的自杀。这种说法其实一直在历史上存在的。所以战后一直到1972年，美国占领的琉球部署的军队才把整个琉球的行政权归还，叫冲绳归还。可是呢，你到现在为止，你看到整个这个琉球上面占有的美军呢，大概是70%的美军在日本的军队都在琉球。对。你如果把那个相关的那霸市啊那个地图拿出来看的话，它那个民间的区域居住的是分散的，都集中是大部分被美军的基地给占领。那中间过程当中，当然发生了很多跟当地人的冲突啊，甚至一些这种就是军人对待女性的一些迫害的问题。所以琉球人一直觉得它其实是被侵略、被占领，然后呢又成为战争的所在，然后呢被美军在不断的占领。那接下来中日关系如果紧张、发生冲突、战争，是不是其实台湾有事，琉球有事啊？不是日本有事啊，是琉球有事啊。所以他们觉得又会一个战争。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就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把
琉球的议题给公开讨论。不过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也在动员呢，像这2天，冲绳县一个叫做丰见城市，丰田的丰，见到的见，那他的市议会就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是属于日本的领土，我们是日本人，这样子的决议。这就表示说，其实这就有争议了，对不对？然后另外，现在冲绳市的知事，他叫玉城丹尼，他没有对现在的琉球运动以及琉球的地位的这个问题有过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大家公开讨论。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的驻联合国的代表傅聪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到琉球议题的时候呢，就引起琉球当地的热烈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讨论的，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长期的军国主义的延续，而且你对待琉球的这个做法、态度、地位，你把它视为几乎是2等公民，而且变成战争的场域，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发生战争，以这边为主。所以我觉得琉球人自己本身应该要有所了解，而且应该要有所觉醒。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